许继北失忆了3年，我倾尽所有带他到处看病。治病路上，他在姚城遇到了消失多年的白月光。我装失忆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个免费的老妈子。我爱的人始终是你，我没闹，一把火烧了订婚请柬，连夜离开。后来抑郁症再度发作，我还出现了记忆缺失。他哭着跪求复合，我却一脸茫然。你是谁呀？我前男友。那我以前眼光可真够差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带着许继北一边治病一边赚钱。这天刚好是我和他的恋爱3周年纪念日，我早早和老板请了假，提着纪念日蛋糕就直奔出租屋而去。傍晚时分的姚城很美，偌大的喷泉广场前挤满了人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听着人群中的叫嚷和起哄声，我心下了然，应该又是哪对小情侣在当众表白了吧。但下一秒，我就听到了一个尘封在我心底许久的名字——祝星瑶。我真的喜欢你很多年了，回来好不好？是我男朋友的声音。而祝星瑶这个名字是他的初恋，全身血液似乎被凝固住。我怔怔地抬眼看向那道熟悉的背影，确实是许继北。他身上那件衬衫还是我昨天刚给他买的新款，一如既往的粗心大意。他连牌子都还没拆，在他面前站着一言不发的女生，神色终于动了动。你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认出我的？而且我离开前你就已经在追阮慈慈了。她一袭碎花裙，倔强美艳的小脸上适时露出一点委屈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她就是祝星瑶。许继北钱包最里夹层就藏着和她的一张合照，18岁的他们青春明媚。他看着镜头，而他一脸宠溺地看着他，眼里是已然溢出来的爱意。那时候我刚和许继北在一起没多久，我假装玩味地问他，为什么还藏着前任的照片，放得太里面了，我一时间给忘了。你直接撕了吧。我没撕，可他却当着我的面将照片扯坏。那时候祝星瑶刚消失不久，没人知道他去哪了。许继北也从没有和我主动提过他的名字，我差点以为他彻底放下了。直到后来，我在他的琴盒里看见了占卜贴好的照片，我没计较，觉得自己不应该太猜疑，觉得应该给足他信任。可如今看着喷泉前深情款款的许继北，我突然有些错愕，有些恐惧。在我们相恋没多久后，他明明就失忆了。我和他提起祝星瑶这3个字的时候，他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他说他只记得我了，想和我到处去旅行，过只属于2人的平静生活。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也住过很多廉价的出租房。白天我到处兼职，攒钱生活和带他看病。晚上没有接画稿的时候，我们就彼此依偎在被窝里看星空。直到来了姚城，他说很喜欢这里，我们才第一次在除了家乡外的地方待了长达半年之久。这里的星星好看，我想一直待在这里。说这话时，他撒娇着搂住我的手臂，眼底深处却是些我看不懂的情绪，不是爱慕，不是激动，更像是一种极度克制隐忍的思念。思绪回笼，我才发现许继北已经拉起祝星瑶走远。夕阳余晖下，他将她搂在怀中，像是一对极其般配的家人。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有一个穿着公主蓬蓬裙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，眼里的童稚还未褪去，一对小虎牙特别讨喜。我抬手试了试脸，才发现不知何时早已泪眼连连。我在想这个蛋糕该怎么处理。
我将手上的蛋糕递给她。姐姐喜欢吃芭比粉色的蛋糕，但却总被说幼稚。今天为了不被说，就把它送给你好吗？小女孩很开心地从我手中接过蛋糕。姐姐怎么知道我盯着这个粉色蛋糕好久了？这多漂亮啊！说你幼稚的人才，不懂欣赏吧？是啊，她确实不懂欣赏。当初追我时，夸我夸得有多天花乱坠。在一起后，就有多么的贬低我。我是失忆了，不是瞎了。你能不能多穿点短裙啊？天天短袖配牛仔裤，我都看腻了。失忆前，我的眼光也是够差的，怎么看上你的？可明明身边的人都夸我是个小美女啊，朋友们也说我值得拥有更好的人，怎么我对他这么好，他还是看不到我的好呢？只有我生气说要离开他的时候，才肯软下性子哄我几句，平复了情绪。我深呼吸了几口气，决定当面问清楚失忆是怎么回事，来瑶城又是什么意思，表白祝星瑶又是几个意思。快步跟上去之后，我才发现他们进了一家酒吧的包厢，透过没有完全掩上的门，我将里面的一切尽收眼底。你不就怕你女朋友看见我们在一起吗？别怕瑶瑶，她顾着给我挣医药费，不会来这的。她对你还真是死心塌地呀。祝星瑶端起桌上的酒，一饮而尽，好看的眼眸马上被辣出了眼泪。你别喝这么多，我记得你胃不好的。许继北用手轻轻开去他眼角的泪，语气里尽是心疼。他对我是好，可我并不爱他的。当初和他在一起，不过是为了和你赌气，谁知你竟然赌气走了这么多年。手指害怕地慢慢蜷缩成拳头，我整个人甚至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明明当初他追我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，在我这里，你就是独一无二的阮慈慈。他大声将对我的爱意宣告于众人。我以为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偏爱，我人如其名，内心就像瓷器一样脆弱。我曾有过一段得抑郁症的阴暗时光，而许继北就像一束光，照进了我破败不堪的生活。你就是独一无二的阮慈慈。因为这句话，我选择勇敢迈了出去。再信一次好吗？再给自己一次被爱的机会吧。阮慈慈和许继北在一起后，为了全心治疗他的失忆症，我开始攒钱带他旅游。西医诊断不出什么，我便带着他寻访各处的名医，可每个医生都说他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想到他会拿失忆来骗我。所以你是装的失忆吧？包厢里的祝星瑶注意到了站在门口面无血色的我，特意问了这个问题。我装失忆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个免费的老妈子，我爱的人始终是你。许继北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否定了我3年来的所有爱意和付出。祝星瑶朝我的方向挑了挑眉，眼睛里尽是得意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就在瑶城呢？他再次往我心口上插了一把刀，没法再听下去。我拔腿就想离开，因为你说过最喜欢的城市就是瑶城。瑶瑶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？我每日都在街上找你。许继北的话慢慢淡在身后，愈来愈远，就如我们的感情一样，彻底回不去了。我回到了出租屋里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但却充斥满了我和许继北的气息。我说呢，我明明担心他自己出去乱走不安全，他却能够在每个城市里都早出晚归。一个病人因为走路，鞋子坏了一双又一双。生命在于运动，慈慈。我感觉多走路可能有利于病情恢复。他随口胡诌的话却被我放在心上，却没想到他出去其实是为了寻找祝星瑶的下落。城市的一草一木，
或许都曾见过他焦灼找人的样子。祝星瑶才是他许继北的药剂，而我阮慈慈不过是无怨无悔照顾他的工具人。我自以为的光芒，最后亲手击碎了我编织起来的名为未来的幻想。我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，却在出租屋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沓结婚请柬，而且还是过期了的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的人生，那时候我软磨硬泡了好久，许继北才答应和我回老家订婚，婚纱照都拍好了，甚至请柬也印好了，甚至于许多好友都知晓我们即将成婚的消息。他却突然变卦，我们去一趟瑶城好吗？慈慈，这是我最后一个请求了。如果都是假的，我们就乖乖回来结婚。在他犹豫猜测的那几秒里，他想的都是祝星瑶和我结婚，在他那里不过是最下策，真的找不到祝星瑶了，我这个备胎才有机会和他结婚。或许真让我那个无用的亲妈说对了一句真话，我看他压根就不想娶你，你还不如乖乖回家来。可我不想回家去，那个家里充斥了太多压抑和痛苦。当年我妈带着我另嫁，我那个继父的儿子其实就是个恶魔，他肆无忌惮地窥视着我生活里的一切。偶尔我半夜起来，会发现他站在黑暗里，一脸邪笑地盯着我。我试图锁过门，却因此遭到了毒打，而这一切却还被我妈和继父默许。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，到时候结婚了还省彩礼钱。女人天生就是被男人打的，就你矫情，如同沼泽一般的生活，差点把10几岁的我淹没吞噬。我跌跌撞撞地去心理咨询室门口，在踌躇犹豫时不小心撞了许继北。你就是他们常说的那个小哑巴吧？看起来确实挺孤僻的。那时候的他刚和祝星瑶分手没多久，却转而轰轰烈烈追起了我。我看他不是真心的，怕是想拿你激祝星瑶。曾有人好心地提醒过我，可我却甘心沉沦，甘心作茧自缚到今日。拿了火盆，我直接将请柬点火燃尽，在跳跃的火花中，我的心突然痛得难以呼吸。过去的一切又如洪水猛兽般想将我淹没。你哥哥他怎么可能想侵犯你？有的话也只能你自己不检点，和你那废物爹一样，都是没出息的。我妈视我为拖油瓶，就算再婚之后我跟着他受了很多欺负，他也只会把它归咎到是我不检点上。如果没有许继北，我完全不懂自己这样一颗破碎的心如何缝补。可如今刚愈合好的心又亲手被他扯开撕碎。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2点。许继北从来没有这么晚回过家，想来此刻是和祝星瑶在情浓蜜意吧。自嘲地笑了2声。买了最早的航班之后，我又鬼使神差地点进了他的朋友圈。与缺爱的我不一样，他从来不发朋友圈，就连背景板都是空白的。日子是过我们自己的，有什么好发给别人看的？他嘴上这样说着，实际上他的朋友圈里满满的都是祝星瑶的名字。每到一座新的城市，他就会发定位，写小作文，洋洋洒洒一篇，最后表达的不过都是祝星瑶，我在找你，你在哪？而他之前将其设为仅自己可见，我居然还荒谬地以为他是真的不爱发。现在追回初恋，他的爱也终于可以大告于天下了。以前的你发丝是薄荷味的，现在却是清香的茉莉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不论是怎样的你，我都喜欢。最新的一条朋友圈里，一张是在他怀里睡得香甜的祝星瑶，一张则是拍了他落在祝星瑶锁骨上的一个吻。好久没见他这么温柔过了。
假装失忆以来，他脾气就一直很暴躁，一面靠我养着，一面又对我各种不满。唯有看见星星时，他才难得软下性子。祝星瑶、星星、瑶瑶、瑶城，原来有关他的细节随处可见。许继北，我们结束了，收拾好东西，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。去机场的路上，我将他的一切联系方式删掉，又清空了相册里我们的一切点滴，冷静自持到我自己都觉得陌生。阮小姐您好，请问你们预定的情侣写真还要过来拍摄吗？有个姚城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开口闭口就是情侣写真。抱歉，我没有预定过什么写真，即使我一直想拍，但为了许继北的医药费，我总是无法咬下牙来。不是的，阮小姐，应该是您男朋友预定的，填写的就是您的名字。我和他已经分手了，写真先给他留着吧，他也许会带新女友去。电话那头的年轻女孩愣了几秒，开始有些慌张地与我道歉。抱歉，我不知道。没事的。他们郎才女貌，更为登对。离开瑶城之后，飞机一落地，我就看见了满屏的未接电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居然都来自于这家写真馆。担心会有什么事发生，我赶紧回拨回去，但对面却不是那个女孩的声音，而是许继北。你是又在胡闹什么？阮慈慈一言不发就拉黑我，是几个意思？我沉默了。你不是为了我都可以背井离乡吗？现在怎么就抛下我一个失了记忆的人？从来都不说粗话的我破口大骂。你是神经病吧，许继北？演失忆演上瘾了。既然我只是你和祝星瑶 play 的一环，那就劳烦你放过我好吗？我虽然缺爱，但并不需要你施舍爱意。一通话讲完，我就打算挂断电话，可谁知那头竟适时地传来祝星瑶的声音：阿北，你昨晚太狠了，我穿这吊带吻痕都盖不住了。不是的，慈慈，我彻底挂断。拉黑。看着辽阔无际的天空，我突然又笑又哭。天地之大，竟无我阮慈慈的一处容身之所。许继北明明那么在乎祝星瑶，干嘛还要下意识第一个向我解释，弄巧成拙，连想挽留我的戏码都如此拉垮。果真，我这个只会照顾他的老妈子，的确一文不值。姚城待不下去，我只能回到连城。虽然这个地方承载了我太多痛苦回忆，但归根到底，我习惯这里的空气和一切了。我是个恋旧的人，虽然离开了许继北长达1个月，但每天做饭时总习惯做2人份，就连做噩梦时，都会下意识地想要去抱右侧的人。只是现在，我每次只能扑空，握住一团空气。习惯是个可怕的东西，人也是。为了糊口，我只能每天蜗居在小阁楼里涂涂画画。我接了很多画稿，单凭这些，我自己吃个饭并不成问题。没了许继北，我不用在白天兼职，晚上画画，没日没夜的赚钱养家和带他治病。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样平静的日子没多久就被打破了，而亲自打破它的人是我的亲妈。你还真是个白眼狼，这么久没回家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没寄回来钱。早已与我断绝关系的他，在我下楼倒垃圾时截住了我。很长一段时间没见，他的样子比以前还要刻薄许多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？胸口有些发闷，我生气到有想把垃圾砸他头上的冲动。你就这么和我说话的？当然是许继北告诉我的了。他说着就双手叉起了腰。你电话里说你回连城了，问我你有没有回家。我说没有之后，他就让我来这小阁楼蹲点。果然，才第2天就蹲到你了。我有些诧异，许继北明明知道的。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个地狱，我所谓的家人
就是些恶魔。他怎么会主动告诉他们这些？可理智很快告诉我，就是他，也只有他了。当初一起畅想未来的时候，他就曾夸下海口要给我买连城最大的别墅。可我与他说，城郊的破旧小阁楼有暖阳和鲜花环绕，虽然旧，但却幽静抚人心。几年光景，这里更为破败，但也更为安静，只需小几百钱，我便能在这里租上1月。随口说的话被他放在了心上。我究竟是该喜还是该悲呢？我被他打晕，拖回了家。意识混沌的时候，我听到房里窸窸窣窣的说话声。好儿子，你不是担心讨不到媳妇吗？这不就有个现成的，他模样不比外面的那些个差，你也不亏。用力睁开惺忪的双眼，我才发现那个曾无数次出现在我噩梦中的继兄，此刻正一脸淫笑地盯着我。确实是不亏，我可是觊觎他很久了，只可惜怕是被许继北那个吃软饭的睡过了。意识到他们想对我做什么，我使了全身力气想扑腾起来，小巧的手腕却被他一手拽住。没想到你醒得这么快，真是更刺激了。他反手就扯掉我的外套，魔爪又伸向了我的裤子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泪水从眼眶里飙出，我几乎是求饶般地向他祈求：别动我，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就只要你。在他的手即将伸向我裤子拉链的一瞬间，我从床边拿起了水果刀。得亏他们懒惰，从不打扫，要不我也无法随手捞到这种保命工具。反正我爱情没了，亲情也没有，你要感动我，我们一起死。我将水果刀直直对准了他，威逼着所有人让开，拿起外套就落荒而逃。年少时被我极力抹去的记忆卷土重来，气势汹汹，我一身冷汗，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走，最后却拐进了一家精神医院。今天坐镇的是个叫做顾之川的年轻医生。顾之川，我细细咀嚼着这3个字，突然觉得有些耳熟。请第14号患者到3号诊室就诊。或许是因为内心的压抑无处释放，刚刚我居然就这么鬼使神差的临时挂了个号。原来真的是你，慈慈。我还在想，怎么会这么凑巧，有患者也叫阮慈慈的。推门进去后，里面五官俊朗的男人先说了这么一句话：之川哥哥。凭借着他优越的五官，我很快在模糊的记忆中找到了他的身份。小时候在家里挨打挨揍的时候，他听到我哭都会主动带我去他家吃饭。他知道我有抑郁，便积极地劝导我去找医生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慈慈，哥哥会带你好起来的。可我还没好，就听到他被父母带到了国外，至此我们之间就断了联系。怎么想到回国当心理医生了？因为我想医好你，慈慈。我没想到自己寒暄的一句话会得到这个回复。我听说了你的事，马上就申请回国了。早从我谈恋爱开始，所有的一切他都从别人那里详尽打听到了。我知道要走出来很困难，但没关系的，慢慢来。他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，又带我做了心理疏导。知道我不敢回家，还亲自将我送到了楼下。你就住在这种小阁楼里吗？我害怕他看出自己经济上的窘迫，不知如何开口。很漂亮啊，这里，只是我担心危楼不太安全。我明天去给你找个新房子吧。我抬眼看了看阁楼墙壁上的裂缝，认真点了点头。好呀，确实有点危险了。他亲眼目送着我上楼才离去，看着路灯下他宽大的身影，心里突然间有种异样的感觉。老天爷真是会捉弄人，每次伤害了我之后，又要给我来点糖吃。没想到你新欢来得这么快，还说什么和我结婚。
真是笑话。楼梯拐角处，我没想到许继北就站在黑暗中，眼底充满了阴鸷。他不应该在姚城吗？不是你主动和祝星瑶表白的吗？就允许你有新欢，我不行吗？他的表情一点点裂开。原来那些你都看到了，慈慈，那是误会。其实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我累了。我抬脚就想上楼，却没想到手腕被他牢牢抓住，用力挣脱之际，手里抓着的药袋被扯开，里面的药丸洒了一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拾起地上的东西，打开手电筒，在看清上面的字后，表情又碎了一地。你不是早就好了吗？怎么还在吃药？我一直都在吃的，你没发现过而已。一把抢过他手上的药，我赶紧跑上了楼，一气呵成又锁上了门。肮脏的人，多看一眼我都嫌脏。你听我说，慈慈，我是在找祝星瑶，可我没想过和他结婚的。那个表白是为了录视频给他奶奶看的。老人家最大的心愿就是看我们在一起。我以前也以为自己对他余情未了，可等你离开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人是你。他用力敲着我的门，铁门咚咚响，惹得我心烦意乱。要不是周围只有我一个住户，我已经把他撵走了。有些烦闷，我拿出几粒治疗抑郁症的药，仰头吃了下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身体开始发热，意识也逐渐混沌了起来，甚至眼前出现了火海。这是梦境啊！可怎么真的热成这样？下一秒，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砸在了我的脑袋上，好痛又好热。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慈慈，你别睡，快醒醒！有一双大手把我捞了起来。接着我便触摸到了一个结实有力的胸膛，然后在这个极具安全感的怀中彻底昏死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了医院里，还算大的病房里，居然挤满了人，光是医生和护士就有5、6人。离我最近的，除了顾之川，还有一个男人和面容姣好的女人。这个男人的脸似乎有些眼熟，又有些陌生。看到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好看的桃花眼猩红的不像话，嗓音低沉嘶哑：“慈慈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是谁呀？”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让他高大的身子都剧烈地摇晃了一下。“你不记得了吗？我是许继北呀，你的未婚夫。”我诚实地摇了摇头：“别为难他了，许继北。如果没有你，没有你们，慈慈根本不会受这么多伤害。”顾之川安抚似的拍了拍我的肩，回了我一个温柔的笑。我现在头痛的有些厉害，记忆里能想到的人只剩下他了。顾医生，阮小姐脑部基本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只是记忆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。一个看起来最为德高望重的医生开口说道。他本身患有重度抑郁，就存在着缺失短期记忆的可能性。这次又被重物砸中，加深了记忆缺陷。他想选择性遗忘一些痛苦的东西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看来我好像是患上了一点失忆。顾之川冲这些医生点了点头，表示了感谢之后，就又蹲下来问我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心里有点不舒服，看到他们2个就好难受。可以让他们走吗？我指了指一旁的男人和女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一个叫许继北，一个叫做祝星瑶，一个我前男友，一个我前男友白月光。我不走，慈慈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你快走。在我的默许下，顾之川以扰病人清静为理由，让保安赶走了他们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？不就是想趁着我和慈慈闹分手，然后趁虚而入吗？你算盘也打得太好了吧，顾之川，你无耻卑鄙！保安还没拉住许继北的时候，他就冲过来想打顾之川，但结果却是
不自量力地被对方揪着领子打了一拳。我趁虚而入，我确实喜欢慈慈，但也得拜你出轨所赐，我才有机会入的。虽然失忆了，但我还没傻。一听到这么劲爆的字眼，我马上就了解到我和他之间恐怕有段不一般的过去。我还是喜欢你的慈慈。我以前是没认清自己的心，以为你在我这里只是照顾人的老妈子，但没想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他急得冲病床上的我辩解，慌张的脸涨得通红。那我以前眼光真挺差的，我看你不是喜欢我，是不想少一个免费保姆吧？我示意保安快把他们赶走。这番清醒发言倒是让他直接听愣了，也不再大吵大闹，而是一脸绝望地看着我。待耳边清静后，我才看向顾之川，之川哥哥，我都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在医院里？为什么他吵着要和我复合？为什么我彻底记不起过去的一些事了？顾之川给我掖了掖被子，又给我洗了盆樱桃。慈慈，我们边吃边说吧。你以前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了。鲜香多汁的果肉沁入喉咙，我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了下来。原来那天我家里真的着了火，只不过放火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刚刚那个面容姣好的女人祝星瑶。她嫉妒你，所以放了火，房梁倒塌，你差点就没命了。说这话时，她好看的手指颤了颤，犹豫着想来碰我。我主动把脸凑了过去，指尖冰凉的触感在我脸上化开。我笑着安慰她，别怕，我这不是在吗？男人有些湿润的眼角染上了淡淡的猩红，他突然身子向前抱住了我，结实有力的胸膛似乎带有几分熟悉。那天我冲进去看见你昏迷着的时候，心都快碎了。那天许继北在我门口敲了没多久门之后，就被祝星瑶打电话叫走了，理由是他突然得了肠胃炎。待他走后，一直尾随着我们的祝星瑶偷偷放了火。他与许继北的重逢不过是蓄谋已久，打着病重的奶奶想看到他们复合的旗号，让对方当众告白。他以为故意消失这么久，许继北对他的思念只增不减，却没想到在我离开后，他总是魂不守舍念着我的名字。嫉妒和占有欲逼着他放了火。幸亏顾之川突然想起没提醒我药中含有安眠成分，及时折返，从火海中抱起我，及时下了楼。否则现在的我不是早已经化成了一捧灰，就是被埋在残垣断壁之下了。警察已经在调查了，祝星瑶很快就会被抓进来。今天他跑过来，本来是想征求你原谅减刑的。他往我手里又塞了一个樱桃。当然了，你可不能原谅他，相反的，我已经联系好律师了，得让他多坐几年牢。我笑着问他，你都有主意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一切听你做主就好。我好久没见你这么笑过了，慈慈，多笑笑好吗？真美。顾之川精致的五官在我眼前放大，嘴角噙着笑意，他眼底的温柔几乎要把我淹没。我主动上前贴近了他温软的嘴唇，轻轻落下了一吻。正欲恋恋不舍移开时，他反手扣住了我的腰，加重了这个吻。慈慈，我等这天真的等了好久。过了1周，许继北突然来找了我，比之前看到的他相比，他颓废也瘦了许多。听顾之川说，祝星瑶因为故意纵火，还险些闹出人命，被判了好几年。他求着许继北找律师救他，对方却无动于衷。慈慈，你真的想不起我了吗？他一进病房就扑通跪下。我们谈恋爱谈了3年，都快结婚了。我没叫他起来，也没叫他坐下，眼神淡漠的好像在看陌生人。我不认识你，
但听说你迟迟不肯和我结婚。他的膝盖又往前挪了几步，眼神里满是祈求。不是不愿意结婚，只是我太贪图你对我的爱了，就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。我出口讽刺道：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都听说了，你装失忆让我照顾了你3年，而你，许继北，却连个婚礼都不愿意给我。你不是贪心，你不过是自私无情。我又想摇铃请保安来把他带走，他却央求着，又从包里掏出了几样东西：戒指、婚纱，还有婚礼请柬。你不是想要一场婚礼吗？我给你好不好？慈慈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好的。话音刚落，病房的门被一把推开，他想要的婚礼我就可以给他，你别来脏了他的眼。刚做完诊的顾之川还穿着白大褂，身后带着2个保安。你现在与其在这里上演追妻火葬场，不如多去神明面前跪着给自己积点功德。冷淡严肃的声线吓得地上的人一抖，转头看向我时，顾之川又恢复了往日里温柔的模样，将手里的饭盒冲我扬了扬，语气里尽是宠溺。宝贝，饿了吧？我今天让保姆给你做了最爱的红烧排骨。在顾之川一口又一口得意宠爱的宝贝声里，许继北灰溜溜地走了。可直觉告诉我，他怕是还会回来。我出院那天，许继北开了一场直播，画面里的他正一步一跪求我原谅。当初我们约定好，要是谁负了对方，就跪着上连城最高的寺庙。现在都是我对不起你，负了你，回来好吗？慈慈，他的膝盖跪到甚至渗出了血。弹幕里一堆人同情，这年头这么深情的人可不多了。叫慈慈的女孩，快看看吧，一个大老爷们做到这份上，看得我都想嫁了。但清醒的人依旧不少，在这里搞直播给女方制造压力。你敢说自己是真为他着想？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看到我弹幕的人，可千万别吃回头草啊！我看这男人面相不对，怕是个吃软饭的。我默默关上了手机，发现顾之川正站在不远处，静静看着我。我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放心吧，我都不记得他了，他是死是活都和我没关系。他眼里的情绪化开，转而变成了欣喜和期待。慈慈，我们离开连城好不好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天他眼底的情绪是愧疚，他瞒着我，打算对我的家人和许继北动手。他们欺负过你，我不能善罢甘休。通过一些小手段，他将我那个禽兽继兄骗去了赌场，因为欠了很多赌债，他还被人砍了双手，家里鸡飞狗跳，争执不断。一次争吵中，我亲妈还被继父失手打死，导致他们一个当场毙命，一个坐了牢狱。其实我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深刻了。医生说我正在选择性地遗忘过去的痛苦记忆，但听到顾之川说这些事的时候，我却莫名地觉得心情舒畅。至于许继北，顾之川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他就坠崖摔死了。原来那次直播，他跪着还没到山顶时就昏了过去，整个人顺着台阶摔落，本来顶多重伤，却不知怎地突然摔到了崖底。听到这件事时，我心里只有一个感受：自作孽不可活，往事随清风飘散。出院后，我和顾之川一起去了拉清国，他依旧当着心理医生，帮助了很多和我当年一样有心理障碍的人，而我则继续做着自己喜欢并热爱的事，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画家。对了，他还在世界尽头与我交换了戒指，给我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婚后第3年，我们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，顾之川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顾爱慈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